若若，你看，这嫁衣是我在江南请最好的绣娘为你绣制的，还有这凤冠，定让你成为最美的新娘。谢世子，我们婚约已取消，这嫁衣还是留给你日后的新娘吧。若若姐姐，这是世子的一片心意，你怎么能这样伤他的心？就算1年前他有错，可他做了这么多，你就不能看到他的诚意吗？你怀孕了！说，这是谁的孩子？我不过1年不在，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与别的男人苟合？裴若若，你可是太傅之女，怎会是如此不知廉耻的妇人？谢世子，枉你对她一片痴心，没想到她竟是这般不知廉耻的女人。我们定北侯府的门，岂是她能进的？谢世子慎言，我腹中孩儿是谁的，与你何干？我与你婚约早已作废，是你上门纠缠，我何曾说过要嫁你？好一个裴若若，你当真是好样的！谢世子，这样的女人绝不能留，她肚子里的孩子更是我们谢家的奇耻大辱，必须立刻打掉。若若，是不是有人骗了你？若是如此，我可以给你一个容身之所，你只要把这腹中的胎儿打掉，我一样娶你过门。但是世子夫人的位置你不能再坐了，我先迎娶青颜，待她进了门，你落了胎，我与你一个贵妾之位。世子放心，等若若姐姐入了府，我定与她姐妹相称，只要她安分守己，我绝不亏待她。去，到医馆要一副最猛的落胎药来。是，小姐。放肆！这是裴家，轮得到你们在此撒野？我的孩子与你们何干？姐姐，世子这也是为了你好，早日将这孩子打掉，你才能入我定北侯府的门啊。裴姨娘，这是世子和未来主母赏的药，您还是乖乖喝了吧。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家小姐！吵死了！给我按住她，灌药。若若，别犟了，喝了吧，我们日后还会有孩子的，我不会嫌弃你。混账东西，给我拿下！若若，别怕，我来了。你是什么人，竟敢插手我的家事？大胆！镇南王在此，尔等竟敢放肆！王爷，您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女人她不知廉耻，与人有染。住口！你口中的这个女人，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不可能，她怎么可能是王妃？王爷，你一定是被她骗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来路不明，是个……放肆！王妃腹中所怀，乃是皇兄亲口御封的皇嗣。你们刚才是想谋害皇嗣吗？不，手不想要了。将这2个意图谋害皇嗣的罪人，给本王押回定北侯府，务必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冒犯本王王妃的下场。是。定北侯世子谢玉与其家中女眷沈清颜心怀叵测，意图谋害镇南王妃及腹中皇嗣，证据确凿，罪不容诛。王爷有令，押回侯府以儆效尤。天啊！谋害皇子，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定北侯府怎么出了这么畜生不如的东西？呸！什么京城才女，蛇蝎毒妇！喝点茶，暖暖身子。
这就是定北侯府的世子，居然做出谋害皇嗣的事儿，真是家门不幸啊！这下定北侯府的天要塌了！快关门！关门！立刻备最快的马，带上我的亲笔信，出城去追侯爷和夫人，告诉他们府中出了天大的事，让他们日夜兼程赶回来。是，仲伯。还不够快，你立刻将此信送往北郊大营，交到老侯爷前边副将手上，让他务必用最快的军情快刀将消息传给侯爷。快去！若若，这样的惩罚你可还满意？若是不够，为夫可以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爷，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太便宜他们了。哦，我不要他们死得那么痛快，我要他们活着，清醒的活着。我要亲眼看着谢玉的自负和傲慢是如何被现实一点点敲碎，看着他失去世子之位，失去家族庇护，失去所有荣华富贵，最终变成他自己最看不起的卑贱蝼蚁。我更要看着沈清言，看着他最擅长的心机算计如何反噬自身，看着他引以为傲的美貌在嫉妒与怨恨中枯萎，看着他用尽手段想抓住的一切，最终将他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今日所受的每一分苦，明日将要失去的每一样东西，全都是拜他们自己的愚蠢和贪婪所赐。一刀杀了他们，远不如看着自己的灵魂彻底崩溃来的快意。好，我的王妃想看戏，那为夫自然要为你搭好这全京城最大最稳固的戏台，你只需安安稳稳地坐着，看那台上的人如何粉墨登场，又如何自取其辱，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混账，简直是混账东西！好一个定北侯府，好一个谢玉，朕的亲侄儿，朕的王妃，腹中怀着我萧氏皇族的骨血，竟险些被一个纨绔子弟强灌堕胎药，这是要反了天吗？定北侯为国征战，朕敬他功勋，可他就是这么交出个孽障来羞辱功臣，谋害皇嗣的吗？传旨，立刻传镇南王入宫见驾。皇兄息怒，此事是臣的家事，若若他也并未受到实质伤害，还请皇兄莫要动气，龙体为重。你的家事，燕儿，你太心善了。你的王妃便是皇家的王妃，你腹中的孩儿便是朕的亲皇孙。有人敢动他们母子，就等于是在打朕的脸，动摇我大周的国本。此事绝不能善了。来人，拟旨。哎呦，王妃娘娘，使不得，使不得！您现在可是双身子，金贵着呢。皇上听闻娘娘受了惊，心疼的跟什么似的，立刻就让奴才把库房里最好的东西都给您送来了。皇上口谕，镇南王妃温良贤淑，怀有皇嗣，乃社稷之福。今闻有宵小之辈惊扰圣驾，朕心甚忧，特赐千年红书一支，东海血燕10斤，天山雪莲1株，蜀锦白匹，金玉如意1对，望王妃安心养胎，为我皇家开枝散叶。圣上口谕：定北侯府教子无方，纵子行凶，门风败坏，险酿大祸。着定北侯回京之日，即刻入宫请罪，尔等好自为之。
侯爷，夫人，京中送来的10万火急密信。侯爷，老爷，您怎么了？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孽子，孽障啊！我定北侯府百年清誉，100年的忠勇门楣，一夜之间就被这个孽畜给毁了，全毁了！玉儿的手断了。镇南王好狠的心，玉儿再怎么混账，那也是他的亲侄儿啊，他怎么下得去如此重手？他一只手断了算什么？你知不知道他想毁掉的是什么？是皇嗣，是镇南王妃。他这是在掘我们定北侯府的祖坟，是在将我们谢家满门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可那也是被逼的。若不是那裴若若不知廉耻，先背弃了玉儿，玉儿怎会如此冲动？还有青岩，定是那个狐妹子在旁边煽风点火。若不是她，玉儿怎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够了！事到如今，你还在这里为那个孽子找借口？他是3岁孩童吗？没有自己的脑子吗？为了一个女人，连谋害皇嗣这种抄家灭族的大罪都敢犯下，这是他自己蠢，自己色令智昏，自寻死路。全速回京，立刻！我倒要看看，这个世子究竟还要把我们侯府的脸丢到什么地步！滚！都给我滚出去！混账，都是混账！一个不知廉耻、不守妇道的妇人，一个仗势欺人的莽夫，他们给我等着，等我父亲回来，定要他们好看。世子，你的手还疼吗？青岩给你炖了汤，你喝一点好不好？你来做什么？这里不用你伺候。世子，都是我的错，都怪我没用，护不住你。若不是为了我，你又怎会跟镇南王起了冲突？我真该死。这不关你的事，是我没用，竟被那莽夫所伤。你放心，这笔账我迟早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可是那毕竟是镇南王啊，还有若若姐姐，她如今是王妃了，肚子里还怀着皇嗣，我们斗不过他们的。王妃又如何？皇嗣又如何？她裴若若在我面前永远都是那个被我退婚的女人，错在她，我不过是想清理门户罢了。等我父亲回来，定要去皇上面前分说个清楚。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了。世子，我好怕，我怕侯爷和夫人回来会怪罪我们。怕什么？有我在，父亲最是疼我，他绝不会看着我受这等委屈。我们站这里，谁也不用怕。瞎了你们的狗眼，想烫死我吗？一个个的都看我受伤了，就想来欺主，是不是？等我爹回来，有你们好瞧的。世子，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世子爷，侯爷和夫人回来了。爹回来了，我的靠山回来了。爹娘，你们可算回来了！儿子被人欺负了，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是镇南王，他仗着自己是王爷，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断了我的手骨。还有裴若若那个妇人，她背弃婚约，与人私通，还怀上孩子。我不过是想替我们侯府清理门户，他竟还敢伙同别人对我下此毒手！爹，您是没看到他们那嚣张的样子。镇南王说我们定北侯府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世代忠良，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您一定要上奏皇上，参他们一本，让他们知道
我们谢家不是好惹的。声誉，我们定北侯府100年的声誉。对，就是声誉。爹，裴若若水性杨花，败坏门风，我们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您快进宫，让皇上。孽障！你还嫌不够丢人吗？我们定北侯府100年的声誉，几代人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荣耀，一夜之间就被你这个蠢货给毁了！爹，你打我！为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你打我！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如今是圣上亲封的镇南王妃，她腹中的孩子是金尊玉贵的皇嗣。你以为你是在捉奸，是在维护侯府声誉？蠢货！你是在谋害皇嗣，这是诛九族的滔天大罪！你还想着进宫告状？你知不知道，就在我们回京的路上，申斥我们定北侯府教子无方御前事宜的圣旨就已经送到了府上。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我们定北侯府出了个有眼无珠的蠢材。你不是在维护侯府的脸面，你是在把我们侯府100年的脸面扔在地上，让全天下的人踩。你这个孽障，你差点就让我们整个家族给你陪葬。不，沈小姐，夫人，我不是你的夫人，我定北侯府担不起你这样心机深沉的女眷，我侯府好心收留你，自问没有亏待过你分毫。可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先是装病设计，搅黄了我儿的大婚，让我侯府沦为笑柄，后又一路纠缠，蛊惑我儿为你神魂颠倒。夫人，我错了，青言真的知道错了，求您看在我那早逝的娘腔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来人，把沈小姐送回沈家，从此我们侯府再容不下这等祸水。我的肚子好痛，好痛啊！青言，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世子，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肚子里好似有些不对劲。我这个月的月薪也迟了许久。母亲，您不能赶青言走，她怀了您的孙子啊，她是您的儿媳，肚子里是咱们侯府的嫡亲血脉啊。请大夫，我倒要看看是真有身孕，还是某些人为了留在侯府又在耍什么新花招。青言，别怕，大夫马上就来了，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没事的。老朽拜见侯爷，拜见夫人，世子。废话少说，去给沈小姐诊脉，务必仔仔细细的诊。是。怎么样，大夫？青言她到底怎么了？回侯爷夫人世子的话，沈小姐的脉象确实与寻常不同。沈小姐的脉象似有滑脉之象，但月份实在太浅，脉象微弱，若隐若现，老朽也不敢就此断定这究竟是喜脉，还是因其先前受了惊吓，气血不调所致的虚浮之象。若要确诊，还需再等上1月。世子，我就知道他们不信我，我自己的身子我难道会不清楚吗？我没有撒谎，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啊！母亲，您听到了吗？大夫也说了有滑脉之象，这断然不会有假。求您看在您未出世的孙儿的面上，就留下青言吧。既然如此，在事情明朗之前，为免沈小姐再不小心动了胎气，便将她请到后院的柴房去静养吧。传我的话，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探视。
不，母亲，您不能这么做。柴房那种地方阴冷潮湿，青言身子本就弱，如今又可能怀着您的亲孙儿，您怎么能让他去住那种地方？您这是要逼死他，逼死您未出世的孙儿啊！我逼死他？谢玉，你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是她，这个女人一步步算计，将我们定北侯府的百年清誉踩在脚下，是她挑唆你忤逆父母，如今竟为了她，为了一个真假难辨的孽种，来质问你的母亲。她不是孽种，她是我的孩子。母亲，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青言她温柔善良，若不是被逼无奈，她又怎会出此下策？这一切的错都怪裴若若，是她不知廉耻在先。好一个温柔善良！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我今日便成全你，还愣着做什么？把人给我拖进柴房，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拦着！世子，救我！世子，放开他！你们这群狗奴才！母亲，你好狠的心啊！母亲，既然您不肯放过青言，不肯承认我的骨肉，那好，现在起，我绝食。您一日不将青言从柴房放出来，给他一个名分，我便一日水米不进。若是青言和孩子出了什么意外，我便随他们母子一同去了。好，你愿意绝食，那就饿着吧，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侯爷，玉儿这个世子怕是保不住了。侯爷，您这是什么话？玉儿她只是一时糊涂。糊涂？为个女人3番5次的冲撞镇南王，谋害皇嗣的罪名还悬在头上，如今又闹出绝食逼母的丑闻。你告诉我，哪位皇子登基会用一个如此拎不清的蠢货来继承定北侯府？事到如今，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什么路？联姻，立刻为玉儿定下一门强有力的婚事。只有借助强大的外戚之力，将我们侯府与别的家族牢牢捆绑在一起，才能求得一线生机。联姻？可玉儿她心里只有青言。沈青言那个祸害，你还提她？无论她肚子里怀的是不是我谢家的种，她这辈子都别想成为侯府的主母，最多赏她一个妾室的名分，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可玉儿她不会同意的，她会恨我们的。那就让她闹，让她恨。是她的命重要，还是她的情爱重要？夫人，你若还想保住她这条命，就收起你那点于事无补的母爱。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拯救她，拯救我们整个家族。王妃娘娘，大喜！宫里来人了，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张嬷嬷带着赏赐来了。老奴参见王妃，王妃万福金安。皇后娘娘听闻王妃前些日子受了惊，心中一直惦念着，特命老奴送些安神之物过来，给王妃和傅冲的小殿下压惊。多谢皇后娘娘厚爱，臣妾愧不敢当。王妃快坐下，您如今可是双身子，万万金贵。皇后娘娘还有一道口谕让老奴转达。娘娘说，让王妃好生将养着，什么闲杂人等安杂事儿都别放在心上。这孩子是皇家的第一个孙辈，万万不容有失。待您身子骨爽利了，随时可入宫与他说说话。请嬷嬷代为转达，臣妾谢过娘娘关怀，定当好生保重，不负娘娘厚望。娘娘，您看这夜明珠比奴婢的拳头都大，还有这小金镯子太精致了，皇后娘娘对您可真是上心。定北侯府那边有消息了，那谢世子为了沈家小姐，在侯夫人门前跪了1天1夜，闹着要绝食呢。娘娘，您看，
不用咱们动手，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折腾死。那个沈清言现在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吧？是啊，一窝疯狗，为了块臭骨头互相撕咬。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在看什么？这么入神？怎么，若若可是觉得府中无趣，想寻人来说说话了？王爷，我想办一场宴会。好端端的，怎么想起办宴会了？你如今身子重，操持这些事务会不会太劳累？我总不能一直待在王府里，让人觉得我是个只会被你藏起来的金丝雀。过去的事，总要有个了结。我需要一个场合，以镇南王妃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站在所有人面前。我要让他们看到我过得很好，比他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如此，那些闲言碎语才能真正烟消云散。我明白了，是为夫疏忽了，竟让你受了这份委屈。你说的对，我的王妃理应是这京城里最耀眼夺目的女子，岂能容人背后非议？既然要办，那便要办得最好最盛大。府中的花房不是新才育出了一批极珍贵的玉楼春吗？就以赏花为名，办一场赏花宴。帖子要送到京中所有3品以上大员的府邸，还有各家勋贵侯门，排场用度皆按最高规范来。我要让那些人看清楚，谁是明珠，谁是榆木。敢慢待你，便是慢待我萧燕，慢待整个镇南王府。有你真好。傻话，你是我的妻，府中还有我的孩儿，不护着你们，我护着谁？娘娘，定北侯府和平西将军府的帖子也要送吗？自然要送，不仅要送，还要送得郑重其事。毕竟他们府上的大戏可比花儿好看多了。弱弱的字越发风骨天成了。王爷，这些都是寻常宾客的请柬。哦，莫非还有什么特殊的贵客？王爷，我不仅要办宴会，还要亲自写一张请柬送到沈家去。那不是镇南王府的马车吗？怎么停在沈侍郎家门口了？沈家不就是那个沈清言的家吗？有好戏看了。不知王府贵人驾到，有何吩咐？王妃娘娘有令，特邀沈夫人过府赏花，还望夫人届时拨冗光临。有劳管事辛苦跑这一趟，替我谢过王妃娘娘盛情，届时妾身必当准时赴宴。去是鸿门宴，是当众被羞辱；不去是公然得罪镇南王，是自取灭亡。这个裴若若，如今是得了势，专门来羞辱我们沈家了。表小姐，外面都传疯了，镇南王府要办赏花宴，请柬都送到咱们沈家了，夫人的脸都气绿了。您说，那裴若若是不是故意要羞辱咱们家？不，我绝不甘心，我要去，我必须去，我要亲手撕碎她的得意。表小姐，您怎么了？身子可是十分不适。好妹妹，你快去告诉世子，就说我心口疼得厉害，快要不行了。表小姐，滚开！都给我滚开！你们敢伤了他，我要你们的命！母亲，你是不是非要逼死青言才甘心？我逼死他？我看是你被他迷了心窍。为了那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你闹得还不够吗？他不是东西，他怀着你的亲孙子，他现在快要死了。若是他和孩子有个3长2短，
我也不活了！你竟敢用死来威胁我！母亲，儿子求您了，就算不心疼青言，也请看在您未出世的孙儿的份上，放了他吧。儿子求您了。罢了，来人，把沈小姐挪到揽月小院去，但是派双倍的人手给我看住了，不许她踏出院门半步。多谢母亲，多谢母亲。世子，裴若若，她要办赏花宴了，是不是？世子，我一定要去，我不能让她就这么高高在上的看着我，我绝不能让她得逞。青言，你放心，这场宴会我一定带你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谢玉心中最在乎的人到底是谁。母亲，镇南王府的赏花宴，我要带青言一同前去。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要带青言去赴宴，裴若若分明是想借此机会羞辱我们，我们若是不去，岂不是让她得逞？蠢货！你这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你还嫌我们侯府的脸丢得不够吗？带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表小姐去前未婚妻的宴会上，你这是上赶着把脸凑过去给人家打吗？我告诉你谢玉，这场宴会你自己去。沈清言，他敢踏出揽月小院一步，我就亲手打断他的腿。夫人，镇南王府赏花宴将至，小姐派人传话，询问咱们是否要接小姐一同前去赴宴。带上他，带上那个扫把星，让他去王府再惹出滔天大祸吗？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我们沈家丢不起这个人。回姑娘的话，沈家那边说姑娘身份尊贵，他们不敢高攀。不让我去，那我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务必将信亲手交到夫人手上。是姑娘。青言如今腹中所怀，乃是定北侯府长孙。此事倘若被旁人知晓，世人要么诟病我行事失仪，要么便会指责沈家管教不严，甚至还会牵连侯府子嗣名声。去回话，就说我知道了。宴会那天，让他在王府侧门等着，我会想办法让他扮作丫鬟混进去。小姐，夫人那边已然应允，待到赏花宴当日，您前往镇南王府侧门等候，届时会安排您假扮丫鬟混入宴席之中。这舒玉园果然名不虚传，一步一景啊。景是其次，今天我们想看的是这园子的女主人。谁说不是呢？1年前还是全京城的笑柄，1年后竟成了镇南王妃，还怀着皇嗣，这命数。王妃娘娘驾到！见过王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不必多礼，今日只是寻常的赏花宴，大家不必拘束。许久不见王妃，瞧您这气色，真是越发红润光彩了。可见王爷将您照顾的是何等尽心，我们真是羡慕都羡慕不来呢。是啊，是啊，王爷对王妃的宠爱，如今可是全京城都传遍了的佳话。是好呀。布景已经搭好，观众也已就位，就等着那个不知死活的主角登场了。沈夫人携女到。天哪，我没看错吧？真的是沈清言，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还能是为什么？演戏给王妃看呗，这招高明啊！王妃要是发作了，他就是以大欺小；要是不理他，反倒让他在这露了脸，真是好一朵歹毒的白莲花。青言见过王妃姐姐。姐姐，她也配？
这是故意来恶心王妃的吧？何止是恶心，这是在提醒所有人，他和王妃和定北侯世子当年的那段烂事儿呢。姐姐，青言知道今日来此是青言的不是，可青言实在太想念姐姐了。想当初我们说好了的，要一同嫁进定北侯府，往后姐妹相称，互相扶持。谁曾想造化弄人，姐姐竟突然就嫁给了王爷。青言知道姐姐定然是有自己的苦衷，可世子他为了姐姐消沉了许久呢。沈小姐，你是在质疑本妃的品行，还是在质疑王爷的眼光？说起来，本妃也觉得与沈小姐的缘分，当真是造化弄人。本妃记得清楚，1年前我与定北侯世子大婚之日，吉时已到，花轿临门，世子却迟迟未归。后来谢家的奶嬷嬷告诉我，说是世子爷的青梅竹马，也就是沈小姐你突然得了急症，危在旦夕。本妃当时听了，也为你担忧不已。毕竟是能让世子在大婚之日抛下一切去救的急症，想来定是凶险万分，命悬一线吧。可是本妃不解的是，为何前一刻还听说你性命垂危，不出2个时辰，沈小姐你便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的出现在了定北侯府门前。你的伪装，本妃看着便恶心。你还记得你当时对本妃说了什么吗？你说，裴小姐，都是因为我，世子才忘记了今日大婚。你还说，世子说你向来懂事，你还是先进门好不好？天哪，原来当年还有这等内情。一个快病死的女人跑去劝新娘子懂事，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诸位夫人，你们说这是不是奇事一桩？本妃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病症，来时如山倒，去时比抽丝还快，简直是立竿见影。沈小姐，你说巧不巧，每次我和世子有重要事情的时候，你的病就总是来得那么及时呢？我没有，王妃姐姐，青言当时是真的病了，你怎能这般污蔑我？污蔑？沈小姐，本妃从不做没有根据的猜测。这不是谢家的周嬷嬷吗？谢玉世子的奶嬷嬷，王妃怎么把她给请来了？周嬷嬷抬起头来，把你1年前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在场的诸位夫人。王妃娘娘，老奴有罪，老奴糊涂啊！那天早上，沈小姐找到老奴，给了老奴一袋金镯子和一个翡翠镯子。她说，只要老奴去向世子爷谎报，说他得了急症，事成之后还会再给老奴一大笔银子。老奴一时被猪油蒙了心，竟真答应了。老奴跑到世子爷跟前，添油加醋。世子爷心善，一听之下，当即便什么都顾不上了，策马就冲出了府。老奴该死，老奴对不起王妃娘娘您啊！你蛇蝎毒妇，真是闻所未闻！为了嫁入侯府，竟用这等下作手段，简直毫无廉耻！太过分了！不是的，你们胡说！这晕倒的时机可真是巧，可惜眼砸了。周嬷嬷人证俱在，她还有什么脸面？不过是羞愧遁逃罢了。哎呀，这青言她身子一向弱，怕是受了惊吓。春玉，去，请个大夫来给她瞧瞧，别让她死在咱们王府里，晦气。
真是自作自受，偷鸡不成蚀把米。你看沈夫人那样子，往日多神气，今天怕是把一辈子的脸都丢尽了。这镇南王妃可真是个厉害角色，看来以前是咱们都小瞧了她。让诸位见笑了，一点小事扰了大家的雅兴。来，咱们继续赏花品茗。累了吧？还好，都解决了。若若，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在你面前胡言乱语。孽障，真是孽障！我们定北侯府的脸都被这对不知死活的东西给丢尽了。明日赏花宴的帖子，各府都已经送到了。开门！后夫人，您终于来了！你要为我做主啊！都是裴若若，都是她陷害我。陷害你？她如今是圣上亲封的镇南王妃，腹中怀的是皇嗣，是整个大周朝最尊贵的女人之一。沈清言，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觉得你如今还有什么值得她纡尊降贵来陷害的？侯夫人，我肚子里还有谢世子的骨肉啊！我留下你，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你这块肉暂时还有一点用处，但你给本夫人记清楚了，从今天起，你最好安分守己，像个死人一样待在这个院子里，否则我有100种法子，让你和你肚子里这块肉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看好他，若是再让他踏出院门1步，我就打断你们的腿。侯爷今日大驾光临，可是稀客，有什么事儿直说吧。李将军快人快语，本侯爷就不绕弯子了。今日前来是为我那不成器的犬儿子谢玉向将军府上的千金莹儿小姐求亲的。提亲？侯爷，你莫不是在消遣我李某人？你家那个宝贝疙瘩世子为了心爱之人逃婚，闹得满城风雨，如今更是得罪了镇南王。你现在跑来跟我说想让他娶我女儿，怎么是觉得我李威的女儿就活该去给你们侯府收拾烂摊子吗？将军息怒，正因犬子糊涂，才需要一位如莹儿小姐这般聪慧刚毅的女子来做当家主母。本侯可以保证，只要莹儿小姐过门，她便是侯府唯一的世子夫人。保证？侯爷的保证现在还值几个钱？想娶我女儿可以，但我有3个条件，你若答应，这门亲事便成。若有1个字做不到，我李府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尊大。第一，聘礼，我要你们侯府库房里那对前朝的血玉珊瑚，外加城南3间铺子和京郊100亩良田，全部记在我女儿莹儿的名下，这是她日后安身立命的保障。第二，莹儿过门后，世子院内的一切事务全由她一人做主，侯夫人不得插手。我李威的女儿不是嫁过去当受气媳妇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你府里那个叫沈清言的，我不管他肚子里怀的是龙是凤，在我女儿过门之后，他必须彻底安分。若是再闹出什么逃婚的丑事，让我女儿受了半分委屈，我李威拼着这条命不要，也要上金銮殿去告御状。到时候丢的就不只是你们侯府的脸了。好，本侯全都答应。世子，不好了！侯爷他什么是大惊小怪的？侯爷为您和平西将军府的李莹儿小姐定下了婚期。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谢世子，怎么会这样？莹儿小姐性子那般刚烈，她若是进了门，我们可怎么办啊？我去找父亲问个清楚，我绝不会娶那个女人。父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擅自决定我的终身大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件货物吗？你的同意，
你一个为了区区妾室将侯府百年声誉踩在脚下，险些招来灭顶之灾的肆孽子，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同意二字？青言不是妾室，她怀着我的骨肉，我爱她。我只懂我们定北侯府的列祖列宗，没有一个像你这般愚蠢糊涂的。这门婚事由不得你，这是为了保住你这个世子的爵位，是为了拯救我们整个家族。我不管，我非青烧不娶。你若逼我，我就带着青烧离开这里。哼，离开侯府你算什么？你扛过几斤米，赚过1文钱。谢玉，你最大的愚蠢就是错把家族给你的荣耀当成了你自己的本事。婚事已定，没有更改的余地。你若安分娶了李莹儿，你还是世子。那个沈氏，我许她一个姨娘的身份，但你若敢反抗，敢在这门婚事上再出任何幺蛾子，我就立刻上书宗人府，将你从我定北侯府的族谱之上彻底除名。从此，你不再是我儿子，侯府的一切都与你无关。我会让你净身出户。谢世子，你回来了。青言，我……谢世子，不必说了，我都明白了。我和孩子成了你的障碍，成了侯府的绊脚石，对不对？不是的，青言，你别胡思乱想。我都知道了，你要娶李颖儿了。与其日后受尽她的搓磨，看着我们的孩子被当成下人欺辱，倒不如……谢世子，你别过来！既然这孩子生下来就要受苦，会成为你的污点和累赘，那还不如就让他不要来到这个世上，我这就亲手了结了他，然后我也随他而去。不要！放开我，谢玉，你放开我，让我死了算了。不放！我不放！我死也不放！我不许你伤害他，不许你伤害你自己！青言，你放心，我绝不会抛弃你们母子。世子夫人的位置我给不了你，但我谢玉对天发誓，我心中永远只有你一个。那个李颖儿，她不过是个为侯府冲喜的摆设。等风头过去，等我站稳脚跟，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交代。早就听闻莹儿是京城里数1数2的飒爽女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侯夫人谬赞了，莹儿自小在军营长大，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规矩，日后若有冲撞之处，还望夫人多多包涵。青瑶，怎么这样不小心？有没有伤到？肚子有没有不舒服？谢世子，我没事，不怪李小姐，是我自己没站稳。走路不长眼睛吗？没看到有人过来？你就是谢玉，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蠢。夫人，我有些乏了，想去主院休息。母亲，你看那个李颖儿何等嚣张跋扈，这种女人要是娶进门，家里还有安宁日子吗？她竟敢那么对青言！蠢货，孽障！到了现在，你还看不明白吗？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女人间的争风吃醋？这是关乎我们定北侯府生死存亡的大事。你的世子之位，你父亲的爵位，我们何府上下的性命，都悬在这门亲事上，你知不知道？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人，你要把整个家族都拖下水吗？你对得起定北侯府列祖列宗吗？来人，将这个女人带回她之前住的那个小院，给我彻底禁足。侯夫人，我错了，谢世子，救我！谢世子，你敢动一下试试？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从现在起，
你要是再敢因为这个或许闹出半点事端，我立刻就打断你的腿，把你扔进祠堂，锁到大婚那天。传我的命令，即刻起，那个院子周围加派双倍的人手，日夜看守，一只苍蝇都不许飞进去。在世子大婚之前，若是让他和世子见了半面，说上一句话，所有当值的奴才全部乱棍打死。听说新娘子是平西将军的女儿，厉害着呢。再厉害，不也得嫁给这么个主儿？那位沈姑娘可还关在府里呢。世子妃该喝合卺酒了。合卺酒尽，礼成。我有事，你自己安息吧。站住！大婚之夜，世子殿下行色匆匆，这是要去哪儿？哦，我猜猜，莫不是要去看看你那个被关起来的弱不禁风的侍妹，安抚她受伤的心灵？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与青言清清白白，岂容你这杜甫在此污蔑？到底什么事？你谢玉，你听好了，我爹让我嫁给你，不是让我来陪你演什么情深意重的戏码的。从我踏进这侯府大门的一刻起，我就是这府里名正言顺的世子妃，是你的嫡妻。你那个侍妹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我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苟缠，但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你若乖乖留下，尽你做丈夫的本分，我们便相安无事，我也能保全你那点可怜的世子颜。谢玉，我最后提醒你一次，今晚你若是敢踏出这个房门半步，去找那个贱人，明天我就敢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定北侯府的世子爷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世子爷不好了，您快去看看吧。何事如此惊慌？新婚之夜，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是沈小姐，沈小姐她突然腹痛不止，身下见了红，府医说恐怕孩子要保不住了。青言，沈青言，你递给了我一把最锋利的刀，很好。儿媳李莹儿给父亲、母亲敬茶。好孩子，快起来吧。玉儿她父亲、母亲，儿媳有几件事想向二位请教，还望父亲母亲能为儿媳解惑。莹儿但说无妨。昨夜是儿媳与世子大婚之夜，洞房之内，世子欲往妾妾沈氏房中探望，儿媳自知身份，不敢阻拦，只劝世子以礼数为重，莫要落人话柄。然话音未落，沈氏院中的丫鬟便前来哭禀，说沈氏腹痛见红，胎相不稳。世子心急如焚，推开儿媳，径直去了。这一夜，世子都在沈氏院中陪伴，至今未归。母亲，儿媳初来乍到，不懂我们侯府的规矩，所以想斗胆请教一句。这侯府的规矩可是新婚之夜，丈夫可以抛下正妻，宿在妾室房间。来人！夫人有何吩咐？去把世子给我叫来，立刻，马上！是。母亲，您这么急着找我来做什么？青青她身子弱，昨夜又动了胎气，我刚哄着她睡下。母亲，
你打我！为了这个刚进门的女人，你竟然打我！打你！我今天还要替列祖列宗好好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孽障！来人，给我把他拖出去！就在这院子里用家法重打20大！母亲，你疯了！我做错了什么？我不过是去照顾我未出世的孩儿，我有什么错？错，就是宠妾灭妻，尊卑不分。你的错就是在大婚之夜抛下正妻，让整个定北侯府的脸面成了全京城的笑柄。母亲，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世子。打！谢玉，你给我听清楚了，这20把当是打你宠妾灭妻，不敬主母，更是打你拎不清自己的身份。今天有你媳妇儿和你父亲在，我只动家法，你记住，若再有下次，我便亲自去请族谱，将你这个不孝子从我们定北侯府除名。莹儿，此事是玉儿的错，母亲给你做主了。至于那个贱人，你放心，我自会处置。谢世子为了我，竟被动了家法，我在他心中果然是无人能及。侯夫人，您别怪谢世子，都是青岩的错。青岩身子不争气，动了胎气，连自己的身份都拎不清，也配怀我侯府的骨肉。从今日起，你只是府里一个最低等的侍妾，你院子里这些丫鬟仆夫即刻发卖出去，往后只留一个粗使婆子伺候。你的月例份例减半，冬日的炭火，夏日的冰块也都减半。这院子任何人不得擅入，你也休想踏出这院门半步。不，侯夫人，您不能这么对我，我怀着孩子，我怀的是谢世子的骨肉啊！您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吧。你最好安分点儿，否则我不介意让你肚子里的这块肉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掉。张婆子，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夫人饶命！你负责府中采买，上月给沈姨娘院里送的无粮血燕，账却记在了正院名下，采买价更是虚报了30%，我可有说错？来人，将张婆子拖出去，杖20，罚没半年月钱，革去采买之职。是。沈姨娘，您是没瞧见今儿前院的场面？新夫人可真是活菩萨下凡，不是阎王爷下凡。那些往日里巴结您的，全被拖下去打板子了，打完了就跟拖死狗一样拖出去发卖。新夫人说了，永不许入京。现在这府里啊，谁还敢提您的名字？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晦气呢。孩子，我还有孩子，这是谢世子的长子，是定北侯府的长孙，李莹儿。我要你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张妈妈，我知道您是个心善的人。哎呦，沈姨娘，这可使不得，让新夫人知道了，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不会的，只有你知我知。妈妈，我只是想求您帮我一个小忙，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谢。说吧，要我做什么？新夫人每日送来的安胎药，我需要你在这药里加上这个。夫人，这药渣里被人动了手脚。哦，说来听听。老奴在里面验出了一种名为血七草的粉末，此草无色无味，极难察觉。少量服用不会立刻致命，但会使孕妇气血凝滞，胎相不稳。若是在服药期间有任何剧烈碰撞，便会立刻引发血崩之兆，这是要一尸两命啊！哼，血空草好一个血空草！吴嬷嬷，你猜猜这药是谁下的？夫人是说，是她自己？除了她还能有谁？这位沈姨娘是觉得被关久了戏瘾犯了，准备演一出主母下毒爱妾痛失长子的苦情大戏，好博取同情，离间我们夫妻。此夫人心思歹毒至此。夫人，老奴现在就去把那被收买的粗使婆子抓来，人证物证俱在，看她还如何狡辩。不急，她费尽心机，不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看看她有多委屈，我有多恶毒吗？尤其是想让谢玉那个蠢货看看。我现在揭穿了，她没准还以为是我屈打成高，陷害她的心肝宝贝儿呢。那夫人的意思是？
将计就计，聪明。不但要将计就计，我还要帮他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些。从明天起，送去的药你亲自盯着熬，把那碗有问题的倒掉，换上咱们备好的真正固本安胎的方子。记住，手脚干净些，别让任何人察觉。每日的药渣照旧拿回来，我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发现。老奴明白了。他不是想演戏吗？那就让他演。我还要坐在最好的位置，在台下亲手为他鼓掌叫好呢。姨娘，该喝药了。青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药，世子夫人送来的药。青言，你撑住，我这就去给你报仇，我这就去杀了那个毒妇。毒妇，你还有脸在这里喝茶？青言和我的孩子若有半点差池，我定要你血债血偿！去，把侯爷和夫人都请过来，就说世子有要事相商。再去前院将府医张大夫请来，让他带上全套药箱。毕竟人命关天呢。混账东西，这又是怎么回事？父亲、母亲，你们要为孩儿做主啊！这个毒妇，她嫉妒青言怀了我的骨肉，竟在安胎药里下毒，谋害你们未出世的孙儿。你们看，青言他快不行了。去，给沈姨娘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回侯爷夫人，世子沈姨娘的脉象虽然因惊吓有些紊乱，但并无大碍。腹中胎儿胎相也还算稳固，只需静养便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怎么可能没事？世子息怒，小人不敢，小人万万不敢啊！你看看这满地的血，你是不是被李婴儿那个毒妇收买了？小人句句属实，沈姨娘确实是什么？确实只是皮外擦伤，并未动了胎记啊！你放屁！那这血是怎么回事？至于地上的血，小人方才闻过，腥气有异，似乎并非人血。来人！夫人饶命！世子妃饶命啊！不关奴婢的事儿，都是沈姨娘逼奴婢的。这个婆子是沈姨娘花钱买通，让她在药里动手脚的。她以为我会下毒害她，所以让这婆子将我送去的安胎药偷偷倒掉，换成她自己准备的对身体无害的普通汤药。这是她给婆子用来调换的药包，而这2份药渣，黑色的是我每日派人送去的安胎药药渣，而这浅色的则是从她院中小厨房的药罐里刚刚搜出来的。诸位若是不信，可请张大夫当场查验，看看我送去的药到底有没有问题，再看看她自己喝的又是什么东西。谢世子，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害怕了，我怕这个家容不下我和我们的孩子，我怕你会不要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样的错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沈清言？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任你戏耍的傻子吗？一个可以让你踩着我的脸面往上爬的蠢货吗？莹儿，让你受委屈了。她是你的妾室，冲撞了你，还妄图栽赃陷害主母。按我们侯府的规矩，这件事你来处置吧。妹妹这是做什么？母亲，妹妹年纪小，贪玩了些，想来也是因为怀着身孕，心里不安的缘故。儿媳觉得此事就不必重罚了，免得伤了妹妹肚子里的孩儿，那可是咱们侯府的骨血呢。既你这个做主的发了话，便依你。沈姨娘身子金贵，之前分力减半是委屈她了，从今日起恢复她的分力，不加倍。
每日的抻汤燕窝、山珍海味都给我流水似的送进他院里去。来人，你们两个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最是懂得如何伺候人。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沈姨娘的饮食，务必要让她吃好喝好，安心养胎，万万不可再让她胡思乱想，做出什么开玩笑的傻事来。是世子夫人。世子也别生气了，妹妹顽劣，我已经凶笑过了。既然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儿，那就是天大的好事，毕竟是世子的第一个孩子，可金贵着呢。从今往后，夫君只管放心，我这个做主母的一定帮妹妹把这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沈姨娘，该用早膳了。夫人吩咐您身子金贵，每日3餐外加2顿滋补，1顿都不能少。这碗汤大补元气，最是安胎。我不喝，拿走，我没胃口。妹妹，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该上路了。不，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不能让李莹儿那个贱人抱着我的孩子坐享其成。我要逃，必须想办法逃出去，立刻，马上。快进去，委屈姨娘了。值了，只要能逃出去，这点屈辱算什么？天高海阔，等孩子出生，我一定能回到世子身边。李莹儿，你给我等着！办得不错，谢夫人赏识，人已经照您的吩咐带到了。圈套，这是一个圈套。陈三是李莹儿的人，我所有的希望和忍受的屈辱，都只是一场笑话。妹妹，躲在里面，味道可还好闻？这捉迷藏的游戏该结束了。你是自己爬出来，还是要我擒你出来？怎么，妹妹是喜欢上里面的味道，舍不得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姐姐就只好帮你一把了。来人，开头。妹妹这副模样可真是别致的很啊。侯夫人到，世子爷到。母亲，您可要为媳妇儿做主。青妍妹妹嫌府中沉闷，非要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出府透气。媳妇怕她出意外，只好将她请到这里，等母亲和夫君前来定夺。莹儿，我问你，母亲，媳妇在。按照我们定北侯府的家规，妾室私自与外男联络，意图因夜私逃，被抓回来，是什么下场？回母亲，按家规，此为大罪，轻则乱棍杖毙，重则沉塘，以儆效尤。我不要死，不能死。孩子，我还有孩子，这是侯府的长孙，他们不敢动我。看在他肚子里还怀着侯府一块肉的份上，死罪可免。太好了，孩子保住了我。只要孩子还在，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但是活罪难逃。来人，
把这个不知廉耻、败坏门风的贱婢给我拖下去，重打30大板！这不是责罚，这是谋杀！不要！我怀的是侯府的长孙谢世子，谢世子，你救救我，救救我们的孩子！谢世子，你看看我，看看我们的孩子，你怎么能忍心？裴姐姐水性杨花，她配不上你。谢世子，我恨你！停手吧，拖下去。毒草的根还在，就总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我要的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刘大夫，沈夫人这次小产伤了根本，日后调养须得费心些。是，世子夫人放心，老夫一定尽心竭力。我娘家有个方子，说是对女子固本培元有奇效，只是其中有几味药材需要刘大夫您神不知鬼不觉的融至这日常的汤药里。世子夫人，这万万不可！此等有违天和之事，老夫不敢。你可要想清楚了，你一家老小的性命都仰仗着侯府的恩典。今日你是想拿着这个锦囊日后富贵无忧，还是想守着你那点可笑的医德，明日就带着全家老小从京城里消失？老夫全听世子夫人的吩咐。很好，做得干净些，我只要结果。一个不能生的女人，在这后院里就跟死了没什么区别。王妃好福气，小世子生的真是玉雪可爱，这眉眼简直和王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不是嘛？一看就是个有大出息的。王妃如今儿女双全，真是羡煞旁人。多谢各位夫人的美意。王妃放心，老奴会照顾好小世子。谢玉，管好你的眼睛！你若敢在这里闹事，我铁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玉儿，别碰我！说，如果当初我们……谢世子，看在今日是我儿满月宴的份上，本王不与你计较。但你若再敢靠近王妃半步，或者再说出半句不该说的话，本王保证定北侯府明天就可以从京城消失。孽障！王爷息怒，是下官教子无方。这个孽子喝多了，满口胡言，冲撞了王爷和王妃，求王爷饶过侯府啊！李莹儿，都是因为你这个毒妇！如果不是你害的青颜小产，我何至于此？李莹儿，你这个毒妇，给我滚出来！你还敢出来？看到我今天受的屈辱，你心里很得意吧？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害死了我和亲人的孩子，我何至于此？大小姐，谁干的？爹，女儿不孝，给您丢人了。谢玉那个小畜生，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来人，取我铠甲来，点齐我帐下300亲兵。我今日若不拆了定北侯府的大门，我李威的名字就倒过来写。谢玉，你这个宠妾灭妻、殴打主母的畜生，给老子滚出来受死！去，把那个还在宿醉的孽障给我绑起来！李将军，李将军息怒，此事是我侯府管教不严，是那孽子混账，还请将军看在两家薄面上，容老夫先进宫请罪，再给将军和莹儿一个交代。哼，交代？你定北侯府拿什么给交代？我女儿嫁入你家，是明媒正娶的世子妃，不是任由你家那畜生为了一个卑贱妾室随意打骂的奴人。宠妾灭妻，殴打主母，此乃大罪。你定北侯教子无方，纵容行凶，更是罪加一等。你以为这还是你侯府的家事吗？我女儿的公道，你定北侯府给不了，但这朗朗乾坤自有王法，自有天子圣明。众将士听令，在，随我进宫告御状。臣平西将军李威状告定北侯世子谢玉，其人宠妾灭妻，罔顾人伦，殴打主母，德行败坏，不堪为侯府之主，不堪为朝廷之臣。混账！简直是混账东西！传朕旨意，宣定北侯逆子谢玉、平西将军李威即刻上殿对质，再宣镇南王萧燕同来见驾。圣旨到。宣定北侯逆子谢玉、平西将军李威即刻上殿对质，再宣镇南王萧燕同来见驾。完了，一切都完了。定北侯世子谢玉，你可知罪？陛下，臣有物证呈上。谢玉，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小女莹儿是臣的掌上明珠，大婚当夜，这畜生便为一妾室弃她于不顾，婚后更是宠妾灭妻。他拳脚相加，打的不是臣的女儿，是臣的脸，是平西将军府的脸，更是陛下您亲赐婚姻的脸面。陛下若不为臣女做主，臣今日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不是他，是李莹儿，她心肠歹毒，害死了青颜的孩子。我只是一时气。住口！你那妾室如何小产，满京城早已传遍。是他自导自演，构陷主母不成。到了此时，你竟还执迷不悟。你不仅蠢，而且坏，简直无可救药。皇帝，此事你怎么看？回皇兄，家事不清，何以理国事？定北侯世子大婚之日弃妇，此为无信；宠妾灭妻，殴打主母，此为无德；事到临头不知悔改，反推罪责，此为无能。无信、无德、无能，如此心智不明、品行不端之人，恐难当世子大任。朕宣布，定北侯世子谢玉品行败坏，德不配位。朕若容你，何以正国法？何以安抚功臣之心？传朕旨意，
谢玉德行有亏，品性不端，不堪为世子。念平西将军府忠烈，其女贤良，却所托非人，特命谢玉与李氏迎儿，即日和离。至于谢玉本人，着分府别居，闭门思过，无朕旨意，不得擅出。定北侯教子无方，罚俸1年，以敬效尤。臣叩谢陛下天恩，陛下圣明。退朝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爹救我！救我啊！多谢王爷为我侯府清理了门户。话说昨日金銮殿上，平西将军状告当朝镇南王爷一言定罪，圣上龙颜大怒，只听那圣旨一道接着一道。那谢玉真是蠢到家了，为个小妾把大好前程全给做没了。要我说，还是那李家小姐厉害，有勇有谋，说断就断，真是女中豪杰。可不是嘛？听说和离书都送到府上了，这下定北侯府的脸可丢尽了。我们家小姐说了，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钱世子好自为之。滚开！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夫君，我要见莹儿，让我进去。我们家小姐说了，她与你这种德行败坏之人早已恩断义绝。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放开我！你们好大的胆子！看啊，那不是刚被废了的钱世子吗？活该！这种渣子，李小姐踹开他，真是大快人心。对，还有青岩，全世界都背叛我，只有他是对我真心的。大公子，侯爷有令，您不能再进府了。滚开！这是我的家。青岩，谢玉，是你毁了我，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你疯了！我疯了！我就是被你害疯的！你答应过要娶我做世子夫人的，你这个骗子！是你自己心术不正，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若若？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这个扫把星祸水！拉开！大公子，这是侯爷给您的，宅子已经备好，您好自为之。水，给我倒水来！这是什么东西？你们就是这样伺候主子的？去，给我换上好的雨前龙井。回大公子，这里没有龙井，只有粗茶。您若是不喝，便只有井水了。酒，给我酒！
这是娘的传家宝，愿我儿一生平安顺遂。我的孩儿，别怕，娘很快就会让你成为这侯府最尊贵的小主人。你是嫡长孙。世子妃，我是世子妃，裴若若那个贱人算什么东西？我的孩子是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干什么？别碰我的孩子，滚开！侯夫人的意思，人送回来，从此与侯府再无瓜葛。听说了吗？沈家那个表小姐病死了，千真万确。听说啊，是突然暴毙，连大夫都没来得及看。活该！当初害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有今天？王妃，沈家传来消息，沈清言病死了。哦，王妃，真是恶有恶报。真的假的？你以前真是侯府世子？往事何堪回首，若非遭人陷害，我又岂会流落至此？等我东山再起，并不负你，风风光光将你接入府中做夫人。真的吗？10年一宿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阿玉，你真有才华，不像那些臭男人，只知道动手动脚。红袖，你与他们不同，你是我的知己，是这污浊世间唯一能懂我的人。盐放多了，下次注意。是，阿玉，我记下了。什么事儿大惊小怪？阿玉，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阿玉，我有了，我怀了你的孩子。真的，红袖，你此话当真？我要当爹了。太傅说已经快2个月了。太好了，太好了！红袖，你听我说，我父亲生性古板，绝不会容许我的骨肉流落在外。他们若是知道了，一定会逼你打掉孩子。我们必须走，立刻就走。那我们去哪儿？去江南，那里山高皇帝远，我们去了就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会给你买大宅子，让你做名正言顺的夫人。可是我们没有盘缠。你放心，把你所有的积蓄都给我，我这就去联系船家。今晚3更，城南码头会合。记住，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等我。钱世子搞大了青楼女子的肚子，还跑了，真是泼天的丑闻！定北侯府的脸这下丢尽了。侯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府门口来了一个怀孕的妓女，说是钱世子的种，外面已经围满了人。孽障，孽障！传我的话，从此断绝与谢玉的一切关系，任其自生自灭。去，将二郎叫来。从今日起，搬为主院，府中的庶务学着打理。你兄长的那些课业全部捡起来，我会亲自考教。是，父亲。侯爷，您这是……那孽障
不能再留了。只要他还占着嫡长子的名分一日，这定北侯府就永无宁日。与其等着他把这家业彻底败光，不如我亲手了断。家事不清，何以理国事？准了。恭喜侯爷，二公子一表人才，将来必成大器。是啊，侯府后继有人，可喜可贺。哈哈哈哈哈！恭喜二公爷，侯府后继有人。凭什么？凭什么一个卑贱的庶子可以窃取我的人生？那都是我的，世子之位是我的，侯府是我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家伙！王爷，你呀，把他都惯坏了。我的儿子，我不惯着谁惯着？再说我们景儿这么乖。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景儿就要周岁了。周岁里的事我都安排好了，定要给我们景儿办得风风光光的。景儿，去吧，去选你最喜欢的东西。哦，好，好，不愧是我的种，将来定能驰骋沙场，保家卫国。去相国寺上香还愿，也是为景儿祈福。有我在，你们母子自会一生顺遂，平安喜乐。王爷、王妃，前方道路被一群人堵住了，似乎是有人在当街斗殴。驱散。等等，天子脚下敢在王府车驾前闹事，倒也少见。你狗东西，还敢跟老子抢食！一个要饭的乞丐也配吃白面馒头？给老子吐出来！让大伙都瞧瞧，就是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要不要处理掉？将在这时生反复。也元昭宗的事。不必了，王爷，让他这样活着吧。死了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所有的一切都解脱。他不必再忍受饥饿，不必再遭受毒打，不必再面对世人的白眼和嘲讽。对他而言，死是一种仁慈，可活着不一样。活着，他就要日日夜夜地记起自己曾经是谁，又是如何一步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他会在每一个寒冷的夜里怀念侯府的温暖，会在每一次被人殴打时忆起自己曾经的权势。他会在每一个饥肠辘辘的瞬间想起自己挥霍过的山珍海味。他会永远活在过去与现在的巨大落差中，被悔恨和不安反复啃扩，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心力。他会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苟延残喘，看着曾经被他弃如敝履的我，如今身居高位，儿女绕膝，享尽荣华。这种清醒的折磨，远比一刀杀了他要残忍得多。都听你的。娘娘，您听说了吗？定北侯府那位新世子谢谦，可真是个妙人。哦，与之前那位爷可是天差地别，为人谦逊低调，每日不是苦读就是习武，从不惹是生非。朝堂上对王爷更是言听计从，敬仰得很呢。是吗？可不是，3天2头往咱们府上递拜帖，
送来的节礼也是一份比一份厚重。就是王爷一次都没见过他，礼也只是按规矩收了，回的礼半点不多。王爷自有他的道理。王爷王妃安好，小世子真是浴血可爱，和王爷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将来必成大器。王爷，过去家兄无状，行事荒唐，多有得罪王爷与王妃之处。今日谢谦斗胆，在此以茶代酒，替家兄，也替我定北侯府向二位赔罪。万望王爷与王妃能不计前嫌。手冷不冷？不冷，殿内很暖和。新任定北侯世子谢谦，本王听过你与你兄长确实不同，但过去的事与你是否是世子，与你是否聪明都无关。你做好你的世子，安分守己，定北侯府自然无恙。本王没兴趣迁怒一个不相干的人，但是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王妃曾受过的辱，我孩儿曾面临的险，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不计前嫌就能抹去的。这个道理你父亲不懂，你的兄长不懂，本王希望你能懂。酒本王不喝，拿走吧。以后也不必再有这样的场面。本王不想再看到与过去有关的任何人和事出现在王妃面前，脏了她的眼。那就是平西将军家的李莹儿，再嫁的夫君竟是新晋的李将军，真是好福气。谁说不是呢？当初在定北侯府闹成那样，本以为他这辈子完了，没想到还能有这等风光。见过王爷，见过王妃。见过王爷、王妃。李夫人不必多礼，许久不见，夫人风采更胜往昔。托王妃的福，甩掉了烂泥，如今自然是神清气爽。内子性情直爽，还望王爷王妃莫要见怪。李将军与夫人情投意合，是桩美事。过去种种皆为序章，今日在此相见，你已是尊贵的王妃，儿女绕膝，夫妻和睦，而我也觅得良人，得偿所愿。所以这一杯，我要敬过去，也敬我们自己，敬更好的未来。又冻死一个，这鬼天气！是个乞丐，看着还挺年轻，真是可怜。景儿，来，跟娘亲说，娘亲。我们小景今天乖不乖？有没有惹你娘亲生气？若若，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以后会更好。爹，他叫我了。他叫你了，王爷，他叫爹爹了。好儿子，不愧是本王的种，先会叫爹。
若若，有你们在，便是人间最好的世界。王爷晚安，王妃晚安。许久不见，小世子真是越发俊俏了。免礼，诸位请起。皇上驾到！众卿平身，赐座。谢皇上。皇帝，快将朕的大侄儿抱过来，让朕好好瞧瞧。哈哈，好，这孩子眉眼间有萧家的英气，这是黄伯伯给你的新年礼。若若，你为皇家诞下长孙，劳苦功高，当赏。臣弟谢皇上恩典。在看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能与王爷和景儿在此，共享着太平盛世，真好。江山万里，不及你们眼半分。若若，这盛世，这人间，皆因有你才算圆满。